嗨，大家早安！今天是第4天第4轮的赛程。昨天男生是谁？彭黄伟吧？彭王伟跟冯一新吧？彭王伟跟冯艺兴哈。我身后的是邓普璇选手。你是被杰夫抓下来边哦？对，我刚刚硬在这边开一个场。昨天女生是蔡云恩跟黄玉华。黄怡桦，好，对我们硬要 cue 他。我现在旁边非常多的人哈，然后我一直硬要调试自己的心情来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一场比赛啊，一整年所有的比赛拿到这个门票，就是为了来到这个成人国手的现场，就为了拿到这个头衔，甚至可以改变他的一生。这件事情其实对很多选手来说是压力非常的大。他上了场之后，他又得平静自己的心情，甚至他的状态，甚至他不能随便的失误，甚至场上没有人在失误，就是比大家的稳定性，甚至比那每分每秒的情绪控制，这些都非常的重要。我觉得今年疫情的关系，多少对这些选手的练习也有一些影响，也窜出很多年轻选手的黑马，这真的是相当不容易。我其实是每天看完比赛，真的是非常有感触。每天来这边跟这些选手的家长聊天，他们真的很紧张，然后压力真的非常的大。今天第4轮，等于是现在在场上的所有的选手都只剩最后的3命，甚至我来的时候就已经有人把他今天这一命花完了。我观察这几天，我也心中有很多口袋的名单。当你真的认识这些选手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是这么样的可爱，这么样的单纯，就只一味的就是我就是把球打好，我今天会加油。妈妈、爸爸这些家人啊，阿公阿嬷都跑来现场，就是为了看他的小朋友赢得这场胜利。其实我蛮激动，这些人用他的生命在练球，用他的生命在打这场比赛。你错过了成人国手选拔赛，拍谁？你明年从头再来过。他们大家都剩最后的3名，我们一起为台湾的桌球加油。我们也帮郑普璇选手加油。我又有事了哦，我今天会加油，然后今天签超赢爆裂，请大家订阅杰夫的频道。你的频道你自己打广告。喜欢我们的朋友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我是杰夫，赶快带大家去看今天第4轮的比赛，我们走。这是我们成人国手崔宝文同学。崔宝文你多高170，号称169，很高，好不好？全台湾目前第一次有2位削球选手选上成人国手，就是帮台湾创下了一个历史，还蛮高兴的。对，表示接下来的选手你们小心削球要特别练一下怎么样对付，对不对？削球现在越来越有杀伤力了。我昨天有偷偷看报纸说练了2个礼拜发球机就选上国手，这是什么事情？没有啦，就是因为现在都在忙着带球队嘛，所以就自己没有什么练球，然后带队员出去比赛，也自己跟队员一起成长了很多，就是看比赛看的比较多这样，然后自己想球也想的比较多。一开始没有想着要参加，然后是我们学校教练帮我报名，就说放松的来打这样，然后我就想着就一场一场尽力打。然后就没有想到，很意外，真的很意外，蛮开心的，对，真的蛮开心。因为而且我看你的场边，我们就不方便说场边是谁了。场边很认真。你那天那个皮被说什么有白白的，然后被上去换皮什么，我马上去通报他，搞得他很紧张，他想说发生什么事情，皮到底出了什么事情？那天皮是怎么回事？没什么事啊，就是天气比较潮湿，皮的颜色有点改变，裁判觉得不太对，后来也没有什么事，就是天气比较潮湿。OK， 所以后来也没换。没有就是去把它擦一擦这样。对。那还好，吓死我！我想说，哇，这个事情我要赶快通报你的场边的，这个很严重哦。你看我多关心你，我默默偷偷在旁边偷偷关心你。那你觉得削球对于你号称170的身高有加分吗？应该是有加分啦，就是可能在中台比较救得到球这样。比较救得到球。你现在在哪个学校带球队？现在目前是在南湖高中。你的学生们应该也会非常替你开心。有，昨天大家
家都来帮我恭贺了一下。对对对。接下来还有什么计划吗？就是还是把队员带好，我觉得现在是对我来说比较重要的事情。反而是你近期的目标。恭喜你，恭喜你，恭喜你！谢谢。对，我们有空再希望你的校球国手来分享一下我们校球到底怎么削比较赚，是不是？好不好？我们其实约崔宝文约很久，约大概有3年多了，都没理我。没有乱讲。对，就是我们就是一直默默远距离的有关心对方，大概是这个意思。好吧，那我们就希望你接下来明年你的球队也可以，因为你造成你的球队的学生，也是有一定的冲劲跟动力。好吧，那我们今天就这样，感谢你，再次恭喜你，谢谢。安琪、郑普璇、陈宏宇，请来优先。这是我们第4轮再度出炉的男子成人国手李嘉生同学哈，今年20出头岁，现在还在念书吗？对。就读哪里？台湾体育运动大学。那一样主修球类竞技。对。代表哪个单位？第一银行。今年选上11次了哈，选到后来那个紧张感跟第一次你记得吗？应该是一样的。一样的，每一次的选拔赛都是一样的紧张，跟选上后也是一样的激动，可能激情会少一点，对。因为我看你这次的那个吼叫跟那个场上那个激动，其实比那个全国个人赛来得更澎湃吼。这个是最终的目标啊，所以你就整个喊出来。你说你选上11次，现在也才20几岁，所以表示你几岁就选上第一次？14岁了。14岁就选上第一次，那时候当时的家人是不是激动到翻掉？有点忘记了，太久了，是不是？这个礼拜的比赛，家人有来吗？没有，也都没来。就是第一次爸爸没有来。为什么？他有事是不是？他应该已经放心我了。对你来讲，他有没有来，你会有影响？他会说他当我的后勤人员，就是帮我准备很多东西。那接下来明年度有没有什么计划？就先打着看吧。反正还是因为现在也是疫情，对，所以也没有太多的计划赶不上变化。也是，昨天选上之后，晚上做了什么事情？泡个澡。哦，真的泡了一个澡，对不对？对。那有去附近夜市走一走？走不动了。这几天在球场上走太多。这几天真的超累，对不对？所有的选手都非常的硬哦。对。那我们今天再次感谢我们的李嘉生国手，非常的替你开心。希望明年度在各大国
外的比赛都可以看到你顺利获胜，好不好？好，谢谢。第4轮第2位男性成人国手杨恒伟，恭喜！谢谢。选上第几次了？今年第8次。现在才20出头岁，跟李嘉生有的拼，都是15岁第一次选上。对。记不记得15岁那一年是什么心情？那时候就跟现在的小孩一样啊，就敢拼啊，敢冲啊，对，就是遇到比我大的那些国手，我就希望能多打一局是一局啊。然后就不小心就上了，然后就整个很过瘾到一个炸掉。对，那时候心里趴在地上哭，是没有那么夸张，没有那么夸张，是那个情绪是很激动的。那家人呢？记不记得当时家人？那时候他们也是很开心啊，因为也没想到我15岁就能选上国手了，是，就很替我开心这样。这一次选上跟前几次有没有什么心态上的不太一样？我觉得这次选上可能就是比较肯定自己吧，这段时间的努力这样，表示没退步这样。就是可能我觉得今年心态方面成长了蛮多的，因为前几年也是选的比较辛苦。对，就是因为现在的小孩那些质量、那些技术那些都明显提升很多。所以你觉得这几年的年轻人明显比当时那时候的年轻人又更提升了？因为现在的技术就比较先进，打法会比较凶狠一点。对，现在我看这些小孩一个比一个冲，一不小心真的是会傻眼的。这次家人有来吗？没有，够放心的，对不对？刚刚忘记问，代表哪个学校？台体，跟李嘉生一样，对，他是你学长就对了，一样第一银行。那练球的气氛跟严格的程度，这几年有没有差异？肯定多多少少就有吧，因为以前年轻的时候根本就不会喊累啊。那现在打那么多年了，肯定身上一定有伤，所以没有办法像以前那样练3餐这样子。怎么练都不会累。现在就默默的感觉到，20几岁其实就有差异了。有看过我的影片吗？有。想知道你是从哪一支影片第一次认识我？我是上个月才有看到你的影片，是因为我上个月是跟林云儒一起出国。对啊，所以我12月才回台湾，然后隔离14天出来。所以你那时候是看了那个全国个人赛？对，我那时候就想说，看一下现在台湾的水平啊，质量到底是怎么样，所以我才比较好准备国手选手。OK， 所以我的影片也是有帮助到你，是不是？哇，天哪，我好感动哦！难怪我想说全国个人赛好像没印象有拍到你，原来是你跟林云儒出国了。好吧，那我们这几天还要帮助你的团队。其他人一起送他们上去，对不对？对。好吧，我们再次恭喜你，恭喜我们杨恒伟，谢谢。
我们第4轮终于选上的黄宇乔国手。各位观众，你知道我真的每天真的非常非常的紧张，我就想说天哪，你该上了吧？到底在就是也没有打不好，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可能心态没有调整好吧，给自己压力太大。对，我看你可能有一些场次确实给自己压力蛮大的。对，然后反正就是影响自己发挥。国泰只有女生，可能很多观众不知道哈，国泰赞助的选手全部都是女生，只有和库跟第一有男生女生。有男女生，对。那国泰只有女生，那你知不知道国泰只有女生的原因是什么吗？其他运动也是吗？国泰就是女篮跟女桌。哦，所以他们也都只有女生。对。其他项目也都只有女生。对，就篮球也是女篮。Okay. 据说是女生比较好管啦，真确实比较好管理，比较乖巧啦，对啊，这是真的。那昨天选上之后的心情跟前几次一样吗？没有像以前这么夸张，就是一选上然后就很想哭，比较平淡一点。我觉得啦，但是就是毕竟前面打得太辛苦，而且前面我觉得给这些国手最大的压力就是前面就已经有2个是第一次选上的国手，对，就是新秀他们上去就等于占了2个名额，占了2个就学姐的名额，那些原本的国手压力就来了。对，选完之后做了什么事情？选完很累，超累，然后就是觉得是身心灵终于解脱。真的，我看你这次的吼叫，真的是用生命在吼叫。对。跟狮子王的载具一样，哇！真的是很疯狂，因为这样才能就是让自己不要去多想，比较可以专注。对我来说，对，没错，我以前比赛也会啊，就是会真的拼了命吼到一个疯掉，然后回家有的时候不是脚累，是喉咙痛，需要喉糖。那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接下来就准备排名赛，因为明年就是还有4大运。如果疫情好转的话，对，疫情如果允许的话，就是想先拼4大运的名额。因为毕竟还是最后一次，前面已经擦身而过2次。这件事情也一直放在心里纠结，就对了。对，就是选了2次，2次都没选到。是不是左手遇到左手，其实比遇到右手还难打？多少一定会，因为平常训练对手一定是右手居多，除非你就是赛前特别针对左手下去训练。但是通常不会这样。通常不会，除非是就是你已经看到一个对手，第一个对手，然后是左手，你就会比较针对他去训练。OK， 你们职业选手国家队在练球的时候，练习球都是3星球吗？对，全部都是红双喜3星比赛球。那会针对说假设这次比赛是某某牌子的3星球，就全部把那个3星球都换成那个牌子吗？是不会，但是会另外就是打这次比赛要练的球。哦，会另外再准备就对了。对。OK， 我们终于证实这个事情哦，国家队练球真的是用3星球在练球。其实品质练起来差很多。不是，重点是你上场，到时候出去比赛，你们打的球才会是同一颗啊。对。而且质量也会比较够，打起来也比较过瘾。对。在我们自己地盘练球的时候，球都很赚。出去外面什么运动中心打球，怎么球都发不转？废话，我跟你讲，跟桌子都有关系。场地、桌子其实都会有关，跟空气都有关。对，对不对？真的跟空气都有关。你有时候你地下室打久了，你突然来这种挑高场地打，你还觉得球飘飘的。球会很慢，对不对？就是大场地的球一定比较慢。不是我在乱讲，是真的。我们也是过来人，我们从那时候黄球，年代久。对啊，黄球就会飘了，现在飘得更严重。球变大了嘛，是不是？好吧，那就再次恭喜你，真的很替你开心。谢谢。好吧，那今天就这样，谢谢。拜拜。我台不同比赛。
好，我们现在在110年度的成人国手选拔赛的现场，很荣幸的邀请到我们庄智渊的哥哥庄志雄教练。听说你们是乒乓球世家，是不是？对，爸爸妈妈也都打球。对，他们到现在还打吗？没有，妈妈跟爸爸、退休了。退休，对，等于就是。但妈妈还是会看一下。会看一下，他主要是喂流浪狗。哦，真的假的？这么有爱心？那你们有自己开球馆嘛？对不对？就是智渊乒乓，是，对不对？开在哪边？我们开在高雄市的鼓山区那边。那有多少张球桌？因为我没去过。我们大概7层楼高吧，占地大概200-300平，1楼大概2楼挑高。然后4楼大概挑3楼高，所以总共是大概第1层会有10张球台，然后4楼也可以容纳最多也可以到10张这样子。那以后这种比赛放在你们那边就好了。没有，我们没有观众席的。哦，没有观众席，对，纯粹就是训练跟教学。自己培训的选手大概有多少位？目前大学生加到国小的话，大概20几位吧。那这些选手都怎么来的？有的是介绍的吧，就是选手之间家长觉得不错的话，他们也会介绍这边的训练环境，然后他们甚至他们会住在你们那边，是不是？如果是外县市的话，会住在我们那边；如果是高雄市的，那就是训练的时候会在我们这边这样。OK， 这次我访问了很多选手我就说你们这次来有没有什么选手是让你们比较惊艳的？好几位选手都说高承瑞选手这一次的心态的稳定性还是表现上面都相当的算蛮出色的。加上我这几天的观察，其实你们跟选手之间的互动其实相当的密切你们平常是怎么样去培养这些默契的东西？平常的话，我们跟选手互动之间的话，我们对他们是比较严格，但不凶，是严格。是在你合理的范围之内，不要超出我们的规范之外，都可以。训练的时间你一定不要去干扰到别人。对如果你真的没办法专心或者是不舒服，那是可以请假的，就是不要去干扰到别人训练。主要还是小孩子方面，大部分来我们这都是很爱打球的，所以这方面他们的动机方面，我们是不会有任何疑虑。现在就是说，家长方面也都很支持他们，然后也很信任我们，都放手给我们去做训练跟规划。家长的支持是很重要了，所以在我们球馆的家长都很好，都是很放心把小孩交给我们做训练这样子。你们目前智渊乒乓选上几个选手？成人国手的话，目前有2位嘛，这次选上了2位，那包括庄智渊本来就已经在50名单，所以目前有3位，目前已经3位了。拼出线的是那个高承瑞，看能不能看有没有机会成为第4。对，我觉得你们但是如果他没有选上，我们也不会多特别的失落，因为毕竟这是很好的锻炼，没错，这是一个坎。那输了代表他实力还不到那边，那也没关系，下次再练更厚一点。那基本上他现在力量还不够，对。但整体我们这次我看比赛，男生的部分，大家的水平都蛮高的。对，这我不知道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比赛可能比较少，大家在家里练得比较扎实。我整体的水平是大家都很高啦，因为就算承瑞有赢的球，也都是3比2才险胜的。就是我看这次比赛，其实大家都很接近，好辛苦，而且真的都是1分1分的在差而已。输赢可能就是在几个球之间而已。那你们球馆平常可以有民众自己进去打吗？早期是有现在因为选手人数多了，我们就会说以训练跟教学为主了。OK， 因为就没办法再容纳。了解。我有机会有这个荣幸的话，可以去走一走。欢迎。也让观众这些网友们可以更贴近桌球的距离，甚至更知道这些桌球的相关报道。不然平常其实也没有媒体来，其实蛮可惜的。或者是我们的选手练得这么辛苦，好不容易得到一个认可，但是没有人看到。我觉得这部分我们可能就是尽量，我也是尽力在推广。对，你也在帮忙推广桌球。有看过我的影片？有看，是没有全部啦，但是有几集我比较有兴趣的会。像什么？有球馆选手的，我自己看一下。了解。好，那我们再次感谢洪哥哥，谢谢。